小核桃。从前有一个穷人，他有很多孩子，孩子多得像蚂蚁。他的孩子们经常3天都吃不到饭，就连一口面包也没有。因此，穷人出去找吃的。在树林里，变成人的魔鬼挡住了他的路。穷汉子，你去哪里呀？魔鬼问他。我去为孩子们找些吃的东西，如果再找不到吃的，他们都会饿死。我给你一个好东西，你就不需要再去寻找了。如果你灵活地运用这个东西，你们以后再也不会挨饿。我把这个小核桃给你，无论你给他什么命令，他都会实现。那么我要给你什么呢？我不会太贪婪的，你就将你不知道在你家中的东西给我好了。穷人想了又想，怎么也想不到有什么东西是他不知道的。而且孩子们实在是太饿，他就答应了魔鬼的要求。穷人拿着核桃回到了家。你带回来吃的了吗？他们都要饿死了。他的妻子问他。我没有带回来吃的，但是我带回来了这个稀有的核桃。这是一个路人给我的，他说无论我给核桃发出什么命令，他都会实现。那他为什么要给你呢？肯定不是白给你的。他什么也没要，就说让我拿家里我不知道的东西来换这个核桃。你这个傻瓜，你做了什么？你不知道的是我肚子里怀了的孩子，你就这样将这个孩子许给了他人。老婆，这个我怎么知道啊？现在就只能这样了。说完话，他向核桃命令道：小核桃，给我家中所有的人提供足够的吃的、喝的和衣服。穷人的所有愿望都实现了，家里所有的人都吃到了最香的美食，他们之前可没这么饱过。但穷人还不满意，他还想要更多。他马上又命令小核桃将他们的小房子变成宽敞漂亮的大砖房，周围环绕着优美的院子、田野和农田。穷人变成了富人，在这期间，他最小的孩子出生了。傍晚时分，他们正在做农活的时候，来了2位老人，他们想要借宿一宿。穷人盛情款待了他们，给他们准备了美味的晚餐。2位老人和穷人聊天的时候说：我们知道今夜魔鬼会来带走你最小的孩子，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拯救无辜的人。你听我们的话，睡觉前将一个完整的面包放在窗户旁的桌子上，夜里也不要收起来。穷人将面包放在了桌子上，在这之后，大家都去睡觉了。就在大家熟睡的时候，恶魔在窗户外面喊道：这个家的主人在吗？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？快交出来给我，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。但是魔鬼的话谁也没有听到，因为大家都在睡觉。这时，桌子上的面包竟然开口讲话了：你先坐在外面等着吧，你要和我一样忍受着，就像我一样在此忍受着，等待着。秋天的时候，他们将我播种到地里，我在那里做了一个冬天，等待着，你也等着吧。开春的时候，我开始长个了，我等着自己长大，你也等着吧。丰收的时候，他们用一把镰刀将我割下，并打成了结，我继续忍受着，你也忍受着吧。之后，我被放到马车上，一根棍子击打着我，将我带到了村里，我等待着，你也等着吧。他们将我堆成堆，踩在我的身上，将我踩断，我忍受着，你也忍着吧。之后，他们将我扔到谷仓里，用2根木棍击打我，打得我头昏脑晕，我忍着，你也忍着吧。后来将我装进袋中，带到磨坊，把我倒在2块石头之间，将我完全碾碎，我必须忍受着，你也忍着吧。他们将我带回家之后，倒在盆中，倒入盐水，用拳头按我，
揉我，折磨着我。这时，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还在后面。他们用一只大铲子将我放到一个燃烧旺盛的火炉中，但是我还是要忍着。你也忍着吧。他们将我烤熟了，而且有的地方还烤糊了，然后将我拿出来，放在了这里，等着用大刀将我切开。你看到了吧？我忍受了这么多，受了这么多折磨，等待了这么长时间。你也忍受吧，等待折磨吧。魔鬼失望了，话音刚停下，公鸡就打鸣了。天亮后，魔鬼失去了掌控人类的权利，收回小核桃，逃回自己的地盘了。穷人保住了自己最小的孩子，穷人和妻子感谢了从魔鬼手中救出他们儿子的2位老人。如果没有失去那个小核桃，穷人至今还富有地生活着。